这是天才的越狱方式。趁着狱警不注意，几人拿着铁耙来到一处墙角，然后将铁耙的手柄拆下。经过简单的组装，一把梯子就做好了。接着几人顺着梯子爬到屋顶，等到狱警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Kom igen från fort som helvete! Vad vad säger? Skit på dig snubben!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典罪犯克拉克，也被誉为全球最帅的罪犯，而且这还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克拉克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就已经学会利用一切资源赚钱，他赚的钱甚至比父母还多。更令人佩服的是，泡妞的本事似乎也是天生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开始抢劫别人的摩托车，盗窃珠宝店的首饰，到后来抢银行。每次犯罪，克拉克都会被关进去一段时间，但每次出来就会再次犯案。这天，克拉克跟朋友来到首相的度假山庄进行盗窃，没想到他们很快被警卫发现，几人四散而逃。克拉克却被首相逮了个正着，但他却丝毫不慌，趁着首相不注意，转身跳入了湖中。逃出来的克拉克又在街上偷了一辆汽车，就在他放飞自我时，马路中间突然出现一头鹿，情急之下他猛打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撞到了路边的大树。很快医生给母亲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刚挂断电话，克拉克突然坐了起来，但他没醒多久就被警察逮捕了。克拉克因为入室抢劫和盗窃罪，最终被判处了18个月的拘留。越狱后的几人来到一处海边，克拉克还不忘将沙滩上的财物洗劫一空，并且偷了一件哈佛大学的校服。就在这时，克拉克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同伴却说这种女孩他高攀不起，但克拉克根本不以为然，壮着胆子过去搭讪。母女俩看着克拉克穿着哈佛大学的校服，误以为他是一位高材生，几人聊了起来，还邀请克拉克到家里做客，让一旁的同伴羡慕不已。回到母女俩的别墅后，母女俩盛情招待了他。吃饭时，克拉克还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哦，den här lukten känner man ju igen。看到克拉克的表情，母女俩的心里直接落开了花。到了晚上，克拉克悄悄来到女孩的房间。Kan inte jag få lägga mig bredvid dig ett litet tag? Vi snackar lite bara。这段不好看，我们直接跳过。完事后，克拉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想到女孩的母亲也走了进来。第二天，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早餐结束后，母亲还贴心地对他说 Mi casa su casa。 Kassa kassa。Vi ses snart Ellie。没想到他离开时，竟然从裤裆里掏出了一把首饰。虽然克拉克不是哈佛的高材生，但他却对女孩丽莎动了真情。为了弥补两人之间的差距，于是克拉克和同伴打算去打劫银行。在正式打劫之前，他们打算先盗窃一家商店练一下手。当两人满载而归时，却发现警察早在外面等候多时。本来只是一起小小的偷窃案，没想到同伴受不了警察的污蔑和嘲笑，情绪突然失控。克拉克吓懵了，只能带着同伴赶紧跑路。第二天，两人就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并且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为了躲避追捕，克拉克决定和同伴选择各自逃命。警方也开始大范围搜捕，很快他们就抓住了克拉克的同伴。为了减刑，同伴供出了克拉克可能去的地方，并且把他和丽莎的事情说了出来。警长汤米根据线索埋伏在丽莎家的附近，在两人见面时将克拉克抓了个正着。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由于克拉克长得太帅，还让他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在开庭当天，丽莎还公开了两个人的恋情，也因为这起事件，让克拉克逐渐开始名声大噪。以结婚的名义假释出狱，丽莎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婚礼当天，获得假释的克拉克并没有去结婚，而是直接飞往了西班牙度假，只剩下丽莎独自在雨中哭泣。Han kommer inte, han hade aldrig tänkt komma, det förstår du väl? Du är bara avundsjuk och bitter för att du aldrig skulle kunna få honom! Jag har ju redan haft honom! 来到西班牙后，克拉克彻底放飞了自我，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新欢。这段你们看不懂，我们直接跳过。由于克拉克实在太火，被记者偷偷拍下了他的照片。没想到照片被刊登在了报纸上。第二天早上，克拉克正在给新女友拿早餐，可刚一转身就发现了汤米。汤米再次逮捕了他。这次克拉克被关进了最先进的高度设防监狱，而更糟糕的是，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越狱。在一次监狱的内部表演中，克拉克认识了玛丽。不到3分钟的时间，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玛丽是一个理想主義者，也正是玛丽的一番话给了克拉克越狱的启发。而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成为监狱杂志社的主编。Från och med nu är jag er nya chefredaktör. Frågor på det? Tänkte väl det. Okej, sätt igång. Vi har skitmycket att göra. 他将监狱里那些不公的待遇写进杂志，夸大宣传监狱的冷酷无情，然后煽动犯人绝食抗议，并联系媒体说犯人遭到虐待，有些囚犯因为绝食还被活活饿死。由于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狱长只好同意了克拉克的所有要求，不
不仅囚犯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而且他也转到了学校监狱。但这里的管制十分松懈，犯人们随时都能获得准假。但克拉克并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于是克拉克说服了玛丽，帮助他再次越狱。两人开车准备逃往贝鲁特时，半路正巧遇到了自己的好兄弟凯罗，于是他赶紧倒车回去。看到凯罗牌子上的目的地是汉堡，克拉克热情地邀请凯罗上了车。听到凯罗说自己30岁了第一次还在，克拉克决定今晚带他是杀青。两人在酒吧狂欢了一整晚，凯罗也完成了做男人的梦想，只不过杀青的对象让人难以接受。Guten Morgen. Guten Morgen. Und vergessliche Nacht war. 由于昨晚两人在酒吧狂欢，把所有钱都花光了，于是克拉克决定干回老本行。 Men jag kan vara jävligt schysst och hjälpa dig. Vi ska råna en bank. Idag. Upp pappa, vi har skitmycket att göra. 凯罗搞来了2把冲锋枪，虽然办事麻利，只可惜他的脑子不太好使。 Vad fan gör du? Hoppa över disken. Put him in the bag. You put him in. Put him in the bag right now! Ge henne väskan. Yeah. Okay, here is the bag. 就这样，两人顺利抢走了一大笔钱。拿到钱后，克拉克直接给玛丽买了一辆大奔，打算带着玛丽来一场浪漫的旅行。但凯罗就没有那么幸运，抢来的钱还没来得及挥霍，就被闻讯赶来的汤米逮个正着。而此时的克拉克已经带着玛丽来到了贝鲁特，本以为克拉克会平静的生活，没想到克拉克觉得在家太无聊，竟然想抢个银行打发时间。他没有枪，就把1瓶可乐揣进了兜里，然后淡定地走进银行。 Fyll påsen, töm lådorna, allihop. 所有人都认为他兜里的是枪，根本没人反抗。前台只能乖乖将装好的钱交给了他。拿到钱后，克拉克还不忘撩旁边的美女。Vad kan jag kalla dig då? Jag heter Ingela. Du vill vara kvar här med de här tråkiga jävla människorna. Annars skjuter jag dig. Nej, jag bara skojar. 克拉克带着美女来到了酒吧狂欢，结束后，两人来到了厕所。这段不好看。完事后，克拉克又带着美女来蒸桑拿，没想到刚好被赶来的警察抓个正着。最终，他以越狱和抢银行罪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入狱的第一天，克拉克立马给玛丽打去了电话，不管他如何解释，最终玛丽还是和他提出了分手。而在监狱里，克拉克遇到了一名狂热粉丝亚森，但克拉克并不知道，正是亚森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亚森是一名偷鸡贼，但非常崇拜克拉克，他也想成为像克拉克一样的明星罪犯，所以他对克拉克的话言听计从。因为亚森有很多准假期，克拉克让他从外面弄来了一根炸弹，然后又让亚森在外面偷了一辆车，在监狱外面接应。克拉克则不慌不忙地点燃炸弹。但没想到炸弹的威力太小，防盗网根本毫发无伤。原来亚森带来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根炮竹，这可把克拉克害惨了。但更气人的是，亚森还说克拉克自己不会用。很快，克拉克被闻声赶来的狱警抓住，然后对着他一顿毒打。这是一个真实的银行抢劫案，发生在1973年8月23日的瑞典首都。一名劫匪抢劫了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还劫持了4名人质，并且点名要见监狱里的克拉克。由于担心人质受到伤害，警方只好按照劫匪的要求，将克拉克带到了现场。通过汤米的描述，克拉克早就猜出劫匪的身份，但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向汤米提出了条件。Jag vill ha en pistol, immunitet och extra permissioner. 虽然要求有点过分，但汤米还是答应了他。在众多媒体的全程直播下，克拉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银行，果然和克拉克心中猜想的一样，这名劫匪正是他曾经的狱友亚森。因为亚森在出狱时曾说过一定会救克拉克出来，所以他才策划了这次银行劫案。看到眼前的亚森，克拉克本可以一枪崩了他，成功化身英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名银行抢劫犯，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抢劫的乐趣。当克拉克看到4名人质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并且心里给自己设定了3个目标：第一是抢了这家银行，第2得到眼前这个女孩，第3以英雄的名义从这里走出去。他先帮人质松了绑，然后问他们想吃点什么。接着克拉克按照他们的要求，叫汤米把食物送了进来。吃饱过后，克拉克竟然和人质开启了派对。就这样过了几天，警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派人偷偷关闭了金库的大门。看到这一幕，亚森彻底失去了理智，拿着枪对着大门一顿扫射。但克拉克知道距离被抓也是迟早的事，于是他劝亚森投降，但投降也不意味着空手离开。很快克拉克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60 000 spänn. Så gör du så här va. Och rullar upp dem sen. Hårt och bra. 60 kakor. Och så. Ja, du kan säkert få upp 100. 在克拉克的帮助下，成功将10万块钱塞了进去。就这样，亚森宣布了投降，而克拉克也成为了民族英雄，收到了民众的欢呼和掌声。首相还亲自接待了他，并保证会帮克拉克洗脱罪名。离开时，刚好碰见之前被劫持的女孩。 Kanske kan vänta en minut. En minut. 这段不好看。3秒过后，克拉克满意的走了出来。这天，玛丽来到监狱探望他，
说自己的母亲有一出话剧演出，希望克拉克能够出演，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非常适合他。克拉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玛丽的母亲说服了缓刑委员会，让克拉克参演了这部话剧。但他没想到，克拉克趁着演出的时候，说服了玛丽帮他再次越狱。等玛丽的母亲发现时，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这可把玛丽的母亲气疯了。而克拉克却带着玛丽一路狂飙，准备逃往丹麦。没想到快到目的地时，汽车突然抛锚了。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克拉克的好兄弟库雷骑着3轮车及时赶到。经过简单的介绍，两人坐着库雷的豪华3轮车继续出发。很快他们来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随后库雷带着克拉克认识了一群革命团体，这帮人一看是大名鼎鼎的克拉克，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现在非常需要资金，而搞钱就是克拉克的擅长。他们希望克拉克去银行帮他们搞点钱。第二天，克拉克就和库雷带着炸弹来到了银行。And this here is symbol. The bomb! If you touch on it, it will explode. If you're in one way, it will explode. 然后库雷将袋子分发给银行的窗口，前台只能乖乖将钱装进了袋子里。就这样，两人提着3袋子钱就离开了银行。但临走时，克拉克突然想起炸弹忘记了拿。可回来后，两人只交出了10万块钱。Är det hin? Ja, det är ganska mycket det. Ja, det är bra med prassel det där alltså. 大家虽然很疑惑，但还是相信了他们。没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写着银行昨天被抢了100万。面对众人的质问，克拉克再也无法狡辩，最后和几人争吵了起来。就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众人吓得立马逃跑，但玛丽却留了下来，因为她不想再和克拉克过逃亡的生活。克拉克也顾不了那么多，从窗户一跃而下，然后和库雷将之前抢银行的钱挖了出来。接着两人偷了一辆面包车，迅速逃离了现场，而其他人全部被捕。成功逃跑的克拉克带着库雷来到了西班牙，还请库雷吃了一顿海鲜大餐。Vad fan är det här? Det är torsdag. Men vadå, käkar man dem eller? Ja, för fan. Havets fitta. Ja, då så. Ska den vara så hårda eller? 接着两人又偷了一艘帆船，在海上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想到半夜遭遇了风暴，等两人一觉醒来，发现已经来到了比利时。上岸后，克拉克选择了独自离开，把帆船留给了库雷，一个人坐上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在火车上，克拉克又认识了一个女孩玛丽卡。不到3分钟的时间，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但克拉克并不知道，正是玛丽卡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生。就在火车开入隧道时，这段不好看。这天玛丽卡看上了一栋别墅，但克拉克根本没钱，于是他又重操旧业。他不抢银行，而是直接走进行长的办公室，然后掏出藏在衣服里的来福枪，悠闲地坐在了椅子上。 Mitt namn är Clark Olofsson. Och jag är bankrånare. 旁边的老头吓得直接躺在了地上。克拉克让行长立马准备100万，如果10分钟后见不到钱，就打死他们两个。见此情景，行长也只能乖乖照做。没过多久，前台就提着100万送了进来。克拉克拿着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半路上，他看见了一家饭店，于是下车想填饱一下肚子。没想到饭店的旁边就是一家警局，里面的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了他。老板立马打电话报了警。可当汤米赶来时，克拉克却淡定地喝着酒，似乎是故意在这里等着他。很快，克拉克被再次逮捕，但汤米在他的包里只找到了10万块钱，而剩下的钱却不知所踪。克拉克也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但这次他并没有越狱，而是选择了服完剩下的刑期，靠着藏起来的钱安度余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妻子玛丽卡，而且玛丽卡还怀了他的孩子，这更坚定了克拉克的决心。就这样，克拉克在监狱里待了整整6年。出狱后，克拉克带着玛丽卡和儿子前往了比利时生活。半路上，他把藏起来的90万挖了出来，在比利时买了一套别墅，一家人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